细说伊朗神权与王权的交织重制版。第2章：现代化的悲歌。上，白色革命与金色梦想。序幕：回不去的金色年代。如果我不说，看着这些画面，里海沙滩上的比基尼，德黑兰大学里的迷你裙，还有当时亚洲唯一能直飞纽约的伊朗航空，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南欧的某个度假胜地。但这里是1970年代的伊朗，那是许多老一辈伊朗人魂牵梦萦的金色年代。那时候他们离第一世界只有一步之遥，那时候他们相信石油能换来所有的尊严。然而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现代化狂奔，最终却像伊卡洛斯 Icarus 一样，因为飞得离太阳太近而导致蜡蚁融化，重重地摔回了中世纪的地面。这是一对父子国王试图用铁腕把一个古老国家强行拖入现代文明的故事。Part 1： 父亲的铁腕，终结卡加的军人，1921至1941。故事要从那位文盲军官理查汉 Reza Shah 说起。1921年，面对那个我们曾在片头提过的早已腐朽不堪且任由英俄列强摆布的卡加王朝 Qajar Dynasty， 理查汉率领精锐的哥萨克旅发动政变，夺取了德黑兰。他没有像过去的军阀那样只为了抢地盘，而是直接废除了末代国王，亲手终结了这个统治波斯100多年的旧王朝。看着邻国土耳其的凯末尔，他心中只有一个简单的念头：土耳其能做，波斯为什么不能？他做了一件历代国王都不敢想的事，修建纵贯伊朗铁路。在那个没有重型机械的年代，他用石油税收强迫国家能够快速地抬头挺胸。对于阻挡现代化的障碍，他的处理方式很军人：部落不听话，剿灭；教士反对世俗化。这一次，他没有像以前的国王那样妥协，他决心要替波斯拔除这个1000年的病灶。1936年。理查汉颁布了揭开面纱法令，这不是允许妇女不戴头巾，而是禁止戴头巾。警察在街头强行扯下妇女的罩袍，士兵刺刀对着拒绝配合的传统家庭。在他看来，这块黑布是落后的象征，必须被物理性的铲除。这就是理查汉式的现代化，像一场外科手术。虽然救了国家的命，但也留下了永久的疤痕。然而，这位强人的结局是悲惨的。2战爆发，英苏联手入侵，他被迫退位，死于异乡。Part 2： 儿子的梦想，继承遗志与白色革命1941至1970。接过王冠的是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与草莽出身的父亲不同，小巴列维留学瑞士，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向往西方的文明。如果说父亲是为了生存而强国，那么儿子就是为了荣耀。他梦想将伊朗建成中东的日本、西亚的德国。为了匹配这份大国崛起的野心，老国王理查汉更是一手包办，为儿子迎娶了埃及公主福斯亚 Fawzia Fuad。 这位被世人惊叹为尼罗河畔的维纳斯，长相酷似好莱坞巨星费雯丽的绝代佳人，不仅带来了惊人的美貌，更补足了巴列维家族最欠缺的东西——古老而高贵的皇室血统。这场政治联姻向世界宣告，这个从军营里走出来的王朝，已经准备好要在世界舞台上与欧洲王室平起平坐。虽然形式风格不同，
但这对父子都有一个共同的执念：彻底压制教师阶层，将伊朗变成一个世俗化的现代国家。二战后的伊朗，共产主义势力人民党 Today 在苏联支持下迅速蔓延。1949年，国王甚至遭遇了共产党人的暗杀，身中2枪，但奇迹生还。这次死里逃生让他深信2件事：第一，他有天命在身；第二，他必须依靠美国，并建立强大的特务机构萨瓦克 （Savak） 来铲除所有红色威胁。这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为了防范左边的红色，他选择了右边的独裁。1963年，巴列维启动了著名的白色革命 （White Revolution）。之所以叫白色，是因为他希望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改革，这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改造。他没收了大地主和清真寺的土地，分给农民，直接切断了神权阶层的经济命脉。他赋予妇女投票权，他建立了著名的知识军团 CPE Danish， 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像军队一样派往落后农村，用粉笔代替刺刀去扫除文盲。数据是惊人的，伊朗的经济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狂飙，油价上涨让国家富得流油。德黑兰成了中东的巴黎，富人们开着凯迪拉克，听住摇滚乐，谈论住最新的法国电影。Part 3： 光影之下的暗流，失速的冲击。但是在这场令人眩晕的现代化盛宴中，国王跑得太快了。他努力奔向第一世界的雄心与作风，在普遍保守的伊朗人民眼中，显得过于前卫，甚至是大胆的令人恐惧。国王眼中的解放，在传统父亲眼中是伤风败俗；国王眼中的进步，在虔诚信徒眼中是背弃真主。土地改革虽然利益良好，却激怒了2个最强大的敌人：一是失去土地的地主和传统教士，二是大量涌入城市却找不到工作的失地农民。教士们发现，这个国王不仅要夺走他们的财产，还要夺走他们对灵魂的解释权。就在国王以为石油美元能买通未来时，在大学校园里，一个危险的思想正在发酵。这就是我在前作什叶派 vs 逊尼派中提过的关键人物阿里·沙利亚蒂 Ali Shariati。 他不是传统的腐朽教士，他是留学法国的社会学博士。他做了一件天才而可怕的事，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嫁接到了什叶派的红色训导上。他告诉年轻人，什叶派不应该是等待救世主的消极宗教，而应该是反抗暴政的革命哲学。国王防住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却没防住这个伊斯兰马克思主义的变种。结语：暴风雨前的宁静。1970年代的伊朗就像一艘全速前进的铁达尼号，甲板上灯火通明，人们在为石油奇迹干杯。但在水面之下，愤怒的传统势力、失落的底层民众、激进的左翼学生，正在汇聚成一股巨大的黑色暗流。这对父子国王或许是好人，他们真心希望国家强大，但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试图剥离这个民族的皮肤、信仰，换上一件光鲜亮丽的西装。他们没想到台裔反应即将要了这个政权的命。下集预告：黑色的反扑，1979伊斯兰革命。